麦啊，咱能不能不要内湖不开提内湖？克莱恩暗自吐槽，只觉脑袋又开始一抽一抽的痛。原主遗忘的知识不算多，但绝对不少。后天就要面试了，哪有时间补得上来？而且还卷入了诡异恐怖的事件，怎么可能有心思去复习？敷衍了妹妹几句，克莱恩开始装模作样的读书。梅丽莎搬了椅子坐在旁边，借着煤气灯的光芒做起了作业。气氛宁静安乐，快11点时，兄妹互道晚安，各自上床。一阵敲门声响起，克莱恩从梦中醒来，他看了眼窗外的晨曦，脑袋略显迷糊地翻身坐起。谁啊？这都几点了？梅丽莎怎么没叫醒我？我，邓恩·史密斯。门外有沉稳的男声回答。邓恩·史密斯？不认识啊。克莱恩摇头下床，走向门边。他拉开房门，看见了昨天那位有着灰色眼眸的警官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克莱恩警惕问道。灰眸警官表情严肃地回答：我们找到了一个马车夫，他证实你在27日，也就是韦尔奇先生和纳亚女士死亡的当天，去过韦尔奇先生的住所，而且还是韦尔奇先生帮你付的车钱。克莱恩怔了一下，丝毫没有谎言被揭穿的惊恐和心虚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在撒谎，反倒感觉灰眸警官邓恩·史密斯提供的证据不出自身的预料。6月27号那天，原主果然还是去了韦尔奇的住所，回来的当天夜里就自杀身亡，和韦尔奇、纳亚一模一样。克莱恩张了张嘴，泛起一抹苦笑道：这不是足够有力的证据，不能直接证明我和韦尔奇、纳亚的死亡有关。老实说，我也很想知道事情的经过，弄清楚我2位可怜朋友的遭遇。但是我真的记不得了，我几乎完全遗忘了27号那天做过的事情。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全靠自己的笔记才勉强猜到，我27号也许去过韦尔奇的住所。心理素质不错。灰眸警官邓恩·史密斯不见愤怒也不见微笑地点了点头。你应该能听得出我的诚恳。克莱恩直视着对方的双眼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当然只是真话的其中一部分。邓恩·史密斯没有立刻回应，视线扫了房间一圈，才慢悠悠道：韦尔奇先生丢失了一把左轮手枪，我想我应该能在这里找到它，对吧，克莱恩先生？果然，克莱恩总算弄清楚了左轮手枪的来历，脑海念头如闪电跳跃般转动，瞬间做出了决断。他半举起双手，一步步退开，让开了道路，然后用下巴指向高低床道：在床板背面。他没具体说是下面那张，因为正常人都不会把东西藏在上层床板的背面，那会让访客一目了然地看到。灰眸警官邓恩没有往前，抽了下嘴角道：没什么想要补充的吗？克莱恩毫不犹豫地回答：有。前晚半夜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趴在书桌上，旁边是左轮手枪，墙角有子弹，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自杀。也许只是没经验，没用过手枪，或者最后关头害怕了。总之，子弹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我的脑袋还完好，我活到了现在。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已经忘了一些记忆，包括27日到韦尔奇住所做过什么，看到了什么。我没有撒谎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为了洗清嫌疑，为了解决缠上自己的诡异事件，克莱恩几乎说出了全部的事情，
除开穿越和聚会。另外，他在措辞上有所修饰，让每句话都能经得起考验。比如没说子弹未击中脑袋，只提未达到预想的效果，事后头部依旧完好。在旁人耳中，这两者几乎表达一样的意思，但实际上截然不同。灰某警官邓恩安静听完，沉缓开口：这很符合我推测的发展，也符合之前类似事件的隐藏逻辑。当然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。你相信就好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活下来的。克莱恩稍微松了口气，但是邓恩抛出了一个转折词：我相信没用。现在的你有很高的嫌疑，你必须通过专家的确认你真的遗忘了遭遇，或者是真的没有直接导致韦尔奇先生和纳亚女士的死亡。他咳嗽一声，表情变得严肃。克莱恩先生，请你配合调查，和我们回一趟警局。这大概会需要2到3天的时间，如果你确实没有问题的话。专家到了？克莱恩愣愣反问：不是说过2天吗？他比我们预料的都早。邓恩侧过身体，示意克莱恩出门。我留张纸条。克莱恩请求道。班森还在出差，梅丽莎上学去了，只能留言告诉他们自己涉及韦尔奇的一件事情，让他们不要担心。邓恩不甚在意的点头：可以。克莱恩回到书桌旁，一边找出纸张书写，一边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事情。老实说，他非常不希望见那位专家，毕竟自身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。在有7大教会的地方，在疑似前辈的罗塞尔大帝被刺杀的前提下，穿越这种事情多半是要进裁判所上仲裁庭的。但是没有武器，没格斗技巧，没超凡之力的自己哪里是职业警官的对手？更何况门外昏暗里还站着几位邓恩的下属，他们拔枪一个齐射，自己就算交代了。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克莱恩留下纸条，拿上钥匙，跟着邓恩出了房间。昏暗的走廊里，4位黑衣白格的警察分列两边，非常戒备。克莱恩跟在邓恩身边，踩着木质的楼梯一阶一阶往下，时而能听到吱吱呀呀的声音。公寓门外停着一辆4轮单马的马车，它箱体侧面会刻有双剑交叉簇拥王冠的警察系统标志。周围和之前每个清晨一样热热闹闹，拥挤嘈杂。上去吧。邓恩示意克莱恩先。克莱恩刚要迈步，突然有个卖牡蛎的小贩抓住一位顾客，指责对方是小偷，双方扭打起来，惊到了马匹，周围顿时变得混乱。机会！克莱恩来不及多想，猛地弯腰前冲，抢入了人群里，或推搡或闪避，他疯狂奔逃，向着街道另外一头。现在的情况下，为了不见专家，只能去城外码头坐船顺塔索克河而下，逃到首都贝克兰德去，那里人口众多，便于隐藏。当然也能扒蒸汽列车往东去最近的恩马特港口，走海路到普利兹，然后才前往贝克兰德。不多时，克莱恩跑到了街口，拐入了铁十字街，那里停着几辆可雇佣的马车。去城外码头！克莱恩手一撑，跳上了其中一辆。他想得很清楚，要先故意误导追赶的警察，等到马车驶出一段距离，自己就直接跳下去。好的。车夫扯起了缰绳，马车驶离了铁十字街。正当克莱恩准备跳车时，他忽然发现马车拐向了另外一条路，并非通往城外的道路。
你要去哪里？克莱恩愣了一下，脱口问道：“去韦尔奇的住所。”马车夫语气不见起伏地回答。什么？克莱恩惊愕之中，马车夫转过身体，露出深邃冷漠的灰色眼眸，俨然便是邓恩·史密斯警官。你！克莱恩惊恐莫名，突感天旋地转，整个人猛然坐了起来。克莱恩疑惑地左看右看，发现窗外红月正盛，房间铺满轻纱。他伸手摸了下额头，湿润而冰凉，尽是冷汗，背后也是同样的感觉。做了个噩梦。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，还好。他觉得自己梦里还挺清醒的，还能冷静思考，颇为奇怪。稍微缓和后，克莱恩拿起怀表看了一眼，发现才半夜2点多，于是悄声下床，打算去公用盥洗室洗个脸，顺便解决一下憋胀的小腹问题。扭开房门，他来到昏暗的过道上，就着微弱难辨的月光，脚步很轻地靠近公用盥洗室。突然，他看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站了一道人影。那人影穿着比长袍短、比正装长的黑色类风衣服饰，那人影半融入黑暗里，沐浴着清冷的绯红月华。那人影缓缓转过了身体，眼眸深邃、灰暗、冷漠。邓恩·史密斯。